注意看，大婚當天，商會千金許雲初卻被自己的未婚夫楚若尋和好閨蜜蘇懷如聯手背叛，一刀捅死後拋屍荒野。這對狗男女不僅要霸佔他許家萬貫家產，更惡毒的是，連他最敬愛的父親也早已被他們殘忍殺害。然而，當許雲初再次睜開雙眼，竟發現自己奇蹟般的重生了。時間回到了所有悲劇發生之前。此刻，他正躲在陰暗的角落，而門外是上海灘最令人聞風喪膽的黑道修羅顧懷瑾，那個前世為了與他同死，不惜飲彈自盡的痴情男人。上一世，他錯把豺狼當良人，辜負了這世上唯一愛他入骨的男人。這一世，他發誓要讓所有傷害過他的人血債血償。根據上一世的記憶，此時的顧懷瑾正被人暗算追殺，身負重傷，仇人近在咫尺。但許雲初沒有絲毫猶豫，他毅然決然地衝出去，將顧懷瑾藏進了自己的閨房。面對這個曾經讓他又怕又恨的男人，許雲初的眼神裡再也沒有了恐懼，取而代之的是無盡的愧疚與心疼。然而，許雲初的突然轉變，卻讓多疑偏執的顧懷瑾充滿了警惕。他一把將他禁錮在懷中，眼神冰冷，以為這又是他想要逃離自己的新把戲。但許雲初知道，他沒有時間解釋。他向父親坦白，自己之前是被豬油蒙了心，發誓與渣男楚若尋不共戴天。父親看到女兒終於醒悟，喜極而泣，卻也提醒他外面不太平，讓他好生待在家裡。可許雲初等不了了，他必須拿回屬於自己的一切。夜幕降臨，顧懷瑾悄然潛入他的房間。這個佔有欲極強的男人不相信他的任何話語，只想把他這隻金絲雀重新關回籠中。許雲初靈機一動，與他做了一筆交易，他幫他安全脫身，而他則要幫他潛入楚若尋的家，拿回屬於許家商會的印章和一本至關重要的賬本。顧懷瑾雖然滿腹狐疑，但看着女人堅定的眼神，還是答應了。兩人趁着夜色來到楚家，憑借住前世的記憶，許雲初輕車熟路地找到了楚若尋藏匿秘密的暗室。果然，裡面不僅有許家商會的印章，更有他通敵倭寇、出賣國家利益的親筆信件。這正是扳倒這個國賊人渣的鐵證。就在兩人準備離開時，楚若尋和蘇懷如竟摟抱着走了進來，污言穢語不堪入耳。他們正商量住如何盡快榨錢許家的所有資源，然後一腳將許雲初這個蠢貨踢開。躲在暗處的顧懷瑾和許雲初將這一切聽得清清楚楚，兩人的心跳聲在寂靜的密室中幾乎要被聽見。千鈞一髮之際，楚家的下人前來通報，才讓兩人僥幸逃過一劫。拿到了致命的證據，許雲初的復仇大計正式拉開序幕。他一反常態，主動找到楚若尋，竟答應了他的婚事，甚至提出要將許家商會會長的位置拱手相讓，唯一的條件是必須在全上海灘最豪華的百樂門大擺100桌宴席，風風光光的出嫁。利欲熏心的楚若尋和蘇懷如以為許雲初徹底被愛情沖昏了頭腦，為了得到許家的滔天財富，毫不猶豫地掏空家底，準備這場盛大的訂婚宴。他們做夢也想不到，自己正一步步踏入許雲初精心編織的復仇羅網。訂婚宴當天，賓客雲集，楚若尋迫不及待地宣布，許雲初將讓出商會會長一職。隨後，他當着全上海灘名流的面，牽起了蘇懷如的手，宣布今天是他與摯愛蘇懷如的訂婚宴。將許雲初貶低的一文不值，盡情享受着羞辱她的快感。就在所有人都以為許家大小姐將淪為笑柄時，許雲初卻笑了。她不慌不忙地走上台，身後的大熒幕上赫然出現了楚若尋通敵倭寇的一封封密信。全場譁然，楚若尋瞬間面如死灰，氣急敗壞地想要上前撕毀證據。更讓她絕望的是，會場的大門被一腳踹開，上海灘的活阎王顧懷瑾帶着人馬煞氣騰騰地走了進來。原來這也是許雲初計劃的一環，他故意讓人透露假消息，引顧懷瑾來此捉姦，就是為了讓他親眼見證這場好戲。顧懷瑾看住自己心愛的女人被如此欺辱，怒火滔天，當場就廢了楚若尋的手，讓他為自己的愚蠢和貪婪付出了慘痛的代價。然而更大的風暴還在後面。許雲初知道楚若尋背後還有倭寇的勢力，而一個攪動整個上海商界的神秘商人青龍，成了倭寇下一個拉攏的目標。沒人知道，這個富可敵國，連督軍都想結交的青龍，正是許雲初本人。他將計就計，放出消息稱青龍將在招商會上現身。
早已淪為喪家之犬的楚若尋，為了抱上倭寇的大腿，竟也混進了會場，妄圖搶先一步結識青龍。當許雲初作為青龍先生的身份登場時，楚若尋還像個跳梁小丑一樣，叫囂着他是個冒牌貨，甚至請來了匯豐銀行的劉經理作證。可他萬萬沒想到，隨着許雲初亮出象徵青龍身份的專屬腰牌和督軍的親自到場確認，一切謊言都被無情戳穿。楚若尋和與他勾結的劉經理等人，瞬間成了賣國求榮的人渣敗類，被督軍當場拿下。就在許雲初準備親手了結這個叛徒時，一個更危險的人物倭寇將領中村出現了。他為了向青龍示好，竟當場槍殺了已經毫無利用價值的楚若尋，並用更陰狠的手段逼迫許雲初與他合作販賣大煙。他抓走了許雲初的父親，以此作為要挾。面對喪心病狂的敵人和父親的生命危險，許雲初陷入了兩難。關鍵時刻，顧懷瑾再次如天神般降臨，他早已洞悉一切，不僅救出了許雲初的父親，還一把火燒了中村藏匿大煙的倉庫。中村惱羞成怒，一場惡戰在所難免。然而，中村的毒計遠不止於此。第二天，許家傳來噩耗，許父慘死家中，而兇器正是一把刻有顧懷瑾幫派狼頭標誌的匕首。中村更是找來了所謂的人證，所有證據都指向顧懷瑾是殺人兇手。他要的就是讓這對剛剛交心的愛人自相殘殺。廢舊倉庫裡，許雲初用槍指着顧懷瑾，眼神裡充滿了痛苦和絕望。他真的會相信敵人的離間之計，親手殺死這個愛他至深的男人嗎？中村躲在暗處，得意地看住自己的完美計劃即將成功。他不知道，這正是許雲初為他設下的最後一場死亡陷阱。